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呐！嗯，狼心狗肺，狼心狗肺，狼心狗肺！陛下，臣特来领罪，请恕臣无能。今日玄镜司大理寺相继被盗匪所袭，臣力战无功。那个赤羽营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。你说什么？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？劫走了？夏少尊，你说清楚一点，是有人试图劫持逆犯，但未成功，还是真的已经劫走了？怎么会是这样呢？天子脚下竟有人闯进玄镜司抢夺逆犯，这不是要造反吗？陛下，哪里来的贼子，竟敢如此的悖乱猖狂？谁？贼子狡诈凶悍，臣虽然心里有数，可是未拿到实证，不敢妄言。你心里有数还藏着掖着的，说，给朕说，到底是谁？谁？陛下，魏征被臣拿获之后，有何人对他同情回护？陛下自然心里知道。而且这次盗匪劫出逆犯逃逸时，巡防营本满布街头巷尾，却非但不助臣擒贼，反而以捕盗为名，搅出乱局，纵放逆贼，阻拦我玄镜司府兵，致使臣根本无法追击。不会吧？景琰平常是有些不懂事，但是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呢。劫夺人犯已是大罪，更何况这个魏征不是普通的人犯呢？景琰是不是疯了？陛下保重。去，父皇，去，把靖王叫来。陛下，快去！快宣景琰示供。父皇，身体要紧，千万不要动气啊！景琰一定是一时糊涂了，您先顺顺气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个逆子，居然到现在还毫无悔惧之心。父皇，教训景琰事小，伤了龙体事大。景琰，还不快向父皇请罪！儿臣奉命来见，礼尚未毕，不知罪由何起，儿臣不敢擅领。父皇素知儿臣愚钝，还请明训降罪。好，朕就给你这个分辨的机会。你说，今日玄镜司魏征被劫之事，你如何解释？魏征被劫了？殿下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吧？玄镜司直属御前，儿臣并未领旨监管，为何玄镜司出了事情，要让儿臣解释？难道此事不是你派人所为吗？父皇何出此言？劫夺逆囚乃是大罪，儿臣不敢擅领。谁是首告？儿臣请求对质。殿下撇得如此干净，老臣佩服。可事实俱在，只怕欺瞒不过。殿下这几日
在玄镜司门前布下巡防营重兵，可有此事？我并非只在玄镜司周边布兵，凡京城中重要节点俱有布置，是为了缉捕太行巨盗。此事父皇知道。好一个缉捕巨盗！那么，请问殿下，您忙碌了这些天，巨盗捕到了没有？说起此事，我还正准备好好问问夏守尊。今日入宫前，我刚刚得报，今天本已发现盗匪行踪，可在追捕时，却被玄镜司的府兵横空冲散。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。好，真是恶人先告状啊！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便能混淆圣听吗？究竟是哪个恶人先告的状？不用我说吧，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。好了，这命你们对峙，不是命你们争吵。下江的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，朕倒是要好好听听。玄镜司府兵与巡防营今日却因缉捕盗匪一事，在街巷中发生过冲突，但并没有任何逆犯牵涉其中，也未曾踏入过玄镜司一步。儿臣不太明白夏守尊的意思，他是想说我巡防营的人在大街上抢了他的犯人吗？陛下，与巡防营的冲突发生在街巷中，那时盗匪已经闯出司衙，玄镜司府兵出府门追击，却被巡防营拦阻冲散，以致……开什么玩笑！你那玄镜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？玄镜司的战力如何，父皇是清楚的。我手下能有多少人，父皇也是清楚的。就算今天真的曾有一群盗匪袭击过玄镜司，可又如何判定那群盗匪就是我的人呢？靖王殿下，在京城还有第二个人有心有力做这样的事情吗？原来夏守尊无凭无据，只是在诛心而已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帮你一个忙。父皇，儿臣请求召见兵部尚书。召他做什么？靖王府和巡防营的部将、府兵，在兵部皆有造册。他们今天有没有擅自外出？身上有没有带伤？有没有这个力量闯入玄镜司？这些只要肯查，总能查出些痕迹吧？靖王殿下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怎么会用在册的兵丁呢？你如今可是7株亲王，要暗中培植些人手并不难。巡防营只不过是在外围帮忙罢了，真正攻入我玄镜司的人，恐怕是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。景烟，朕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老实说，在玄镜司劫夺逆犯的，到底都是些什么人？臣妾参见皇后娘娘。进去搜。是。不知臣妾又做错了什么，还请娘娘明示。皇后娘娘，请您移步内室。静妃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！父皇也相信，此事是由儿臣暗中培植人手所为吗？若是其他地方倒也罢了，可玄镜司是什么样的所在，父皇想必比我清楚。请问父皇，儿臣要培植多少人手，才有这个能力冲出玄镜司的重围，劫夺出囚犯？誉王兄做了这么多年的7株亲王，请问誉王兄，您是否能培植出既不在府也不在侧，一点痕迹也追查不出，
却足以攻破玄镜司的暗中力量。现在是审你，你不必牵扯到我身上来。哎，景元说的有点道理。要想攻破玄镜司的地牢，少说也得好几百号人。景王府不可能养了这么多人，一点痕迹都查不出来吧？陛下，今日攻入我玄镜司的暴匪十分凶悍，大约只有30多人。30多人，玄镜司重兵把守，高手如云。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，有进无出，天下谁不知道？30多个人，就把朝廷逆犯从玄镜司的地牢中抢出，夏守尊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么点人手，怕是只能看一看玄镜司地牢的大门吧？夏青，朕倒是很想知道，你那个地牢究竟是怎么被攻破的？回陛下，魏征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。大理寺？怎么又把大理寺扯进来了？陛下，老臣进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，玄镜司、大理寺相继遇袭。当时人犯已经转移到大理寺关押，实际上他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。这么重要的犯人，为何不关在玄镜司，却关在守卫松懈的大理寺？夏守尊，你到底是想让人来抢，还是不想让人来抢啊？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派人过来，说有急事奏报。他能有什么急事？先候着。父皇，皇后娘娘向来稳重，从来不会无事惊扰父皇的。也许她是真的有急事呢。陛下，听靖王这拒不承认的口气，这里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。老臣觉着还是先听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的好。叫他进来吧。是。参见陛下。皇后那边有什么事？皇后娘娘命奴才禀报陛下，静妃娘娘在芷罗宫中行逆妃之事，被皇后娘娘当场拿获。因是陛下爱妃，不敢擅处，请陛下亲自去一趟，当面发落。你再说一遍，谁？静妃吗？是静妃娘娘。反了，反了！你们母子，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呢？啊！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？你就不说了。你母亲也，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呐！狼心狗肺，狼心狗肺，狼心狗肺！起来，跪好！先去处置你的母亲，回来再来料理你。景元，这么些年没打交道，我都不知道你口才居然这么好。为兄倒想看看，静妃娘娘有没有你那么好的口才，能把她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，通通都给推脱掉。你替朕办件事，不要让外人知道。陛下尽管吩咐，臣妾安排好就是。
你为陈妃立个牌位，祭拜一下，替朕。陛下，你总管后宫，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？这又在闹什么？回陛下，臣妾确实无能，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，也未能平定奸小。敬妃在宫中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，大逆不道。直到今日方才查获，是臣妾的失误，望陛下恕罪。敬妃怎么说？敬妃自知有罪，被拿获后，自始至终无言申辩。敬妃便是在此为林氏设灵的。香烛牌位一应俱全，显然实施闭门秘计。既是闭门秘计，自然没有对外宣扬。你远在正阳宫，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敬妃的宫女不忿于他如此悖逆之行，前来正阳宫首告。哦，哪个宫女呀？啊！你奴告主是大逆，宫里怎么会养这样的东西？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，杖杀！是。等等，陛下，此奴婢乃芷罗宫人，臣妾斗胆，能否请陛下恩准臣妾自行处置？如此被主之人，你不得心太软。臣妾明白了，谢陛下。陛下，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，自然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。敬妃之罪，确凿无疑。臣妾身为六宫之首，不能姑息。陛下对待嫔妃如有其他章程，也请明旨昭示臣妾，否则臣妾也就依律而行了。你说明旨？这么一桩小事，你就要明旨？你是要让天下人说朕的后宫不安宁？这就是你辅佐朕的仪德风范？后宫要以平和安顺为贵，这你难道不懂吗？陛下觉得是小事，臣妾却不敢也当作小事。敬妃设灵于宫中，私祭罪人，分明是蔑视陛下，细察居心，实在令人心惊。今日之事，必当重责。敬妃，你可知罪？臣妾知罪。臣妾惑于当年故旧之情，暗中追思，虽无蔑视皇威之意，但确实不合宫中规矩，请陛下赐罪。皇后说你大逆，你却说只是惑于故旧之情，这是知罪吗？这分明是不知。来人，在。令敬妃紧闭芷罗宫思过，没有旨意，不得离宫半步。
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什么时候再来回阵。陛下，朕都按你的意思处置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如此大罪，难道禁足了事？你打算怎么样？嗯？直接找根白绫，勒死吗？哼！你戴罪在身，供奉减半。乱糟糟的，自己收拾吧。臣妾明白了，臣妾领旨。皇后也辛苦了，回宫去吧。朕近来琐事杂多，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。起驾！陛下是回武英殿还是？高湛，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真是有些太巧了？您是说，武英殿上审问靖王，后宫里皇后就向静妃出手了。您是说静妃母子今日命里犯冲吗？哼！呸！呸呸呸！糊涂东西！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哎。父皇，皇后娘娘那边的急事，哼，后宫妇人大惊小怪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，你们接着对峙吧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说到大理寺。对，大理寺，接着说大理寺吧。你站起来说。谢父皇。在我申辩自己无力攻破玄镜司以后，夏守尊便改了口，说逆犯又变成在大理寺被劫了，是吗？老臣并非改口，老臣一开始就……好吧，就算如此。那么夏守尊的意思是不是说，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，以击盗为名，制造乱局，妨碍你追击人犯呢？巡防营在玄镜寺门前确实与贵属有冲突，这是事实。哪怕夏守尊以此为证据控告我，我承认我有管教下属无方之罪。但是在大理寺监牢，巡防营却未曾与玄镜司的府兵有任何接触。难道夏守尊还要把丢失逆犯的罪名栽在我头上吗？谨言，夏守尊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，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禀明了人犯被劫，以及巡防营在玄镜寺外面阻碍追捕的事实罢了。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，那是父皇英明，一眼看破，所以才会宣你前来对峙。你如果真是清白的，只管一句一句反驳就是了，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呢？请问誉王兄，
案发时你可在现场？不在。那么是誉王兄奉旨主审魏征一案吗？没有。既然誉王兄一不是目击者，二不是主审人，因与此事无干。父皇在此，誉王兄为何如此着急替夏少尊开脱呢？我不过替夏少尊说句公道话，你就气势汹汹逮着我不放，心绪着急的人分明就是你吧？父皇说你无君无父，我看果然没错。我身为皇兄，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？就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，我看这件事你肯定逃不了干系。魏征是什么人？他是罪犯林殊的副将。你当年跟那个林殊交情好的跟亲兄弟一样，谁不知道？这满京城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折腾起这么大动静？陛下，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，本不欲妄言。只是陛下命臣说，臣不敢不说。但面对如此罪名，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。如此争吵下去，绝不会有结果。说得不错。闯进官衙府司劫夺罪犯这样的滔天大事，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争吵不休就可以找出真相的。请父皇下令彻查，到时候有些人自然就不能够再有推脱之词。陛下，人是在玄镜司手上丢的，老臣责无旁贷，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无颜再见陛下。但事态复杂，牵涉到皇族显贵，老臣想请陛下赐一道恩旨，以免在勘审关联人等时受人阻挠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在大殿上争吵，也查不出结果。夏卿，臣在。魏征一案本就是你主理，你给朕查，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。臣领旨。不过靖王府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，就不要再审了。你要动他手下什么人，要事先告诉他一声，免生冲突。景琰，你的嫌疑最重，你要明白，夏卿有什么确切的理由提审什么人，你不得拦阻。儿臣遵旨。多谢靖王殿下。臣现在就想去提一个紧要之人到玄镜司来，请陛下准臣告退。此人心思机巧，往往能料事于先，臣怕去迟一步，他就跑了。到底什么人？江左盟的宗主梅长苏。梅长苏？梅长苏？陛下可曾记得？朕当然记得。朕曾经命梅长苏执掌郡主的文事。此人确系才华横溢，也有济世报国之心。若不是他身体不好，朕都要重用他了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在京城养病期间，跟景琰走得过近吗？陛下，臣回京不久，不敢妄言。但梅长苏是谁的人，大家心知肚明。谁的人？这要看怎么个算法了吧。梅长苏受父皇赏识后，京城显贵里争相与他结交的10庭中倒有9庭。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，玄镜司里的夏冬和夏春也去苏宅做过客，就连苏宅那座院子，也是蒙大统领推荐给他的。誉王兄去苏宅拜访的次数，只怕比我多了几倍。而要论到送到苏宅去的礼物，排头位的，也应该是献王兄和誉王兄。说来惭愧啊，倒是我，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能够送过去。怎么算到最后，夏守尊倒向父皇暗示，梅长苏是我的人？如此甚好。既然梅长苏不是靖王殿下的人，那就更好办了。我要提审此人，殿下不会介意吧？
夏青，既然他跟景言没有走得过近，无缘无故提审他做什么呢？陛下，袭击我玄镜司的那一队暴匪中，个个都是身怀绝艺的高手，而放眼全京城，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，除了江左盟的宗主，还能有谁？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。御驾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天下能人奇士，岂是一个江左盟能够囊括的？你们玄镜司，如果都是这样凭感觉办案子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只不过是提审一下，靖王殿下何必紧张呢？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，我能拿他怎么样？只要他把话说清楚，真的不关他的事，我保证他走出玄镜司的时候，毫发无损，这总行了吧？父皇，这个梅长苏身体不好，您也知道，他毕竟是民众天下之人，朝廷应显示重才之心，礼敬名士才对。这般无根无由随意欺凌，传出去是何名声？再说，玄镜司直属御前，向来奉旨行事，一旦行为有所差池，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，而是父皇您呐。也太危言耸听了吧，景言。照你刚才的说法，我和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，我就觉得没什么。再是天下名士，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臣民，有什么还不得碰不得的？夏守尊的为人，父皇是信得过的，难道你还信不过吗？这说到底也不过是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，也值得你这般心虚。现在别说是父皇了，就连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你了。夏青，就按你的意思去查，这准了，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，虚妄不实的东西不要来回朕。臣领旨。父皇，儿臣以为……住口！你到底还知不知道？你现在身负嫌疑，你还有没有畏惧君父法理的惶恐之心？不管怎么说，你的那个巡防营已经搅进来了，不查一下，怎么还你的清白呢？传旨。在。巡防营暂叫兵部接管，靖王回府静思，未得旨，不得入宫。是。起来吧，起来说话。你一定很奇怪，像是私设陈妃灵位这样的大罪，陛下为什么会轻饶？是不是？皇后娘娘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，不过她肯定是猜不出原因的。可是你如此聪慧，现在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吧？是陛下命令。是陛下。陛下近来少眠多梦，神思不宁，时时还有幻觉，疑心这宫中还残留陈妃之怨，所以命我为他特设灵牌，祭奠安灵。说来也巧，自从设了这灵位以后，陛下夜间也就睡得安稳多了。原来是您的药草。你还有心思管我？想想你自己吧。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？2条路，一条是送慎刑司，盖着白布抬出宫去；一条是我放了你。
让你从这宫门走出去。哼，不同的路，自然有不同的条件。是。我想不通的是，您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，给我设下这个圈套？我一直服侍您，自认并无破绽。只要有所行动，自然就有破绽。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？上次你出宫求救之后，向靖王哭诉，那个时候我便知道，你是我身边的耳目了。为什么？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？我的所有行动都顺理成章，就算你怀疑整件事情是个局，我也只是局中被利用和误导的人。誉王、小金，甚至惠妃娘娘，他们才是你应该怀疑的人啊！你已经说出事情的关键了，自己不觉得吗？正如你所说，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局，是一个为了挑拨靖王和苏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一个局。在这个局中，不管过程如何发展，设有多少铺垫，要让多少人卷进来，最终的目的，最重要的部分，是你最后对靖王的哭诉。如果你只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无辜之人，那这最后一步，他们该如何把控？他们费尽了所有的心思，连皇后娘娘都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而设下的这个局，最后的关键，却落在了一个不由得他们控制的小宫女身上。这可能吗？如果这个小宫女忘了要告诉靖王呢？如果他被我一制止就停住了呢？如果他没有按照他所听到的陈述而完整的转述呢？小心，既然你是整个局的关键，那你必定是他们的人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从未怀疑过。事已至此，我为什么还有第二条路？我不喜欢杀人。你既然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，我为什么非得要了你的命？但是，您仍有条件。是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招供。这整件事情，如何联络，如何布局，如何行动，如何编织谎言，目的何在？这所有的细节，我要你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。事情已过，您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？不是我要听，是景言，他必须听。